我被未婚妻挑断经脉，封棺活埋，可他们不知道我是人间活阎王。从小我就被爷爷活埋，并且每年爷爷都会为我打一口棺材。第一次我在地下埋了2个钟头，等我缓过劲来，爷爷就开始教我一种避息法，让我可以在密闭的棺材里活得更久。第2天一大早，爷爷就带着我坐了整整1天的车，找上了一户姓曹的人家。这户曹姓人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，据说祖上还出过大官。不过他们对我爷爷却是异常恭敬，知道我们要来，一大堆人早早的就挤在门口迎接。我虽然从小就跟着爷爷学风水，但我直到此时才知道，原来我爷爷以前在风水界赫赫有名，地位极高。只是后来无意中在坟地捡到了我，萌生退役，这才金盆洗手，带着我回到了老家隐居。我可以解决锁龙诀，救你们曹家一命，但有个条件。这个条件就是双方立一份婚约，让我孙子跟你家的一个孙女订婚，并且按照我爷爷的要求，从立好婚约开始，我俩就得绑上红绳，白天同住一间房，只有等结婚之后才能斩断红绳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知道爷爷很可能是要替曹家逆天改命，这在风水上是大忌，稍一不慎，那就是灭顶之灾。这种要我爷爷拿命换的婚约要来干什么？我拉着爷爷就要回家，可爷爷却告诉我，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给你续命的办法。你是阎王命，极其尊贵又极其阴邪，这样的命格又哪是普通人能承受的？原来爷爷在捡到我的时候，就发现我后背有一大片古怪的青色胎记，跟纹身一样，像极了一座阎王殿。那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有，但你做不到。除非你能有阎王的本事，成为这人间的活阎王，那自然就没问题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小子就给我老老实实留在曹家，这样或许咱们祖孙俩还有见面之日。当天晚上，两边就立好了婚约。跟我定亲的曹家孙女名叫曹雪蓉，长得粉雕玉琢，十分漂亮。我却心不在焉，一直在琢磨着这件事。之后爷爷把一盏青莲白玉灯留给了曹雪蓉当做聘礼，就离开了曹家。直到2个月后的某个深夜，曹家祖坟所在的青龙山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我知道事情肯定是成了，可就在当天晚上，曹雪蓉当着我的面剪断了红绳。只要他碰过的东西全给我扔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爷爷那老东西算出我的命贵不可言，是9天上的凤凰就逼我跟你定亲，让你这见面来沾我的光。既然你讨厌我，那我走就是。他要是敢跑，就给我打断腿。只听曹雪蓉一声令下，一群人就手持棍棒围了上来，把我堵在了门口。你这双手还替我洗过臭脚呢，你不得剁了。你找死！曹雪蓉啊的惨叫一声，却是被自己划了一下。我趁机向外急冲，接连躲过一群人的堵截，眼看着就能翻墙逃出去。一个脸色焦黄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，一脚踩断了我的左腿。你居然敢伤我的脸，你怎么敢的？你怎么敢的？小姐，这样差不多了，你这小伤可以治的。你给我闭嘴，我要嘎了他的。曹雪蓉凶悍地一刺了过来，鲜血溅到了她雪白的裙子上。怎么回事？他划伤了我的脸，我要弄嘎他。他爷爷虽然嘎了，但这小子留着还有用。我胸口像是骤然被巨锤砸中，两耳嗡嗡作响。虽然我早有不好的预感，但此时听到曹家人亲口说出来，还是差点晕死了过去。我不管，我就要他嘎，我就要他嘎。脱下去弄嘎吧，手脚干净点。不行，这样太便宜他了。他不是喜欢睡棺材吗？那就让他睡个够。你们赶紧给他上药，别让他嘎了。我要把他封棺活埋到山里，等死了再挖出来定尸。等我再次从昏迷中醒来，眼前黑漆漆一片，空气沉闷，隐隐夹杂着一股子土腥味。这是在棺材里面，身上的伤口虽然都已经被敷了药，但手脚软绵绵的。可在这种情况下，哪怕我手脚没问题，也是毫无办法。我躺在黑暗中，求生的愿望却是越来越强烈。爷爷，你不是说我们还有见面的日子吗？我不相信你就这么嘎了，我也绝不能就这么嘎了。要是别人被埋，或许早就已经惊慌失措，甚至吓都得被吓死。但对于我来说，却已经是习惯得很了。我把在曹家发生的事反反复复地回忆了数遍，终于让我找到了一线渺茫的生机，当即调整好状态，开始避息。你说小姐让咱们把人埋了，又突然让咱们把人挖出来，这是要干嘛？你管那么多？小姐的心思是咱们能揣摩的吗？那也是，不过咱们这位小姐还真是吓人。你要洗啊，胡说八道什么？行，不说了。两人继续干活，把棺材钉一根根起出，随后开始合力推动棺盖。可真他娘沉了！你说里面的小孩会不会……说什么屁话？都埋了7天了，你不会觉得人还活着吧？不是，我不是怕人活着，我是怕会不会那个什么。我听说这里很邪门的，再加上今晚又是7月15。你给我闭嘴吧，晦气！这小孩看着有点不对啊，怎么连个斑都没有？斑个屁！背上赶紧走。
这他娘的什么鬼天气？怎么突然要下雨了？浩哥，我刚才不是说这里很邪门吗？据说每逢7月15，这山上必打雷，从无例外。你哪来的这么多屁话？小姐让咱们用99根钉子把这小伙子钉在桑树上，而且必须赶在今晚之前完成，时间紧得很，快走快走！我的哥哟，你能不能别当着小伙子的面说这些？万一人家一激动，诈尸了怎么办？诈尸个屁！扎了！救命啊！在那人撕心裂肺的叫声中，被对方给抛了下来，两人连滚带爬的逃下了山去。我在地上躺了一阵，见边上长着几株草，凑过去吃进嘴里，嚼吧嚼吧，把一股苦涩的草汁咽了下去，直到吃不下为止，这才向着山岭深处爬去。对方只是暂时被我给吓住了，万一反应过来，肯定会找回来的。我还得见爷爷呢。接上集，我从坟里跑出来，但手脚都被挑断经脉，就只能一直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此时天空又是一道闪电划过，只见疏忽而来的光亮之中，前方骤然出现了一座小庙。我又惊又喜，就像是落水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奋力向前爬去。但我实在精疲力尽，那小庙虽然看着不远，却像是远在天边。忽然间，我朦朦胧胧地看到在那小庙前面似乎站着一个人。我张嘴喊了一声，但被雷声给掩盖了。他明明是看到我了，却是面无表情地转身进了庙里。我吃力地爬到庙门口，但那门槛却是始终翻不过去。那老婆婆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我面前，将我一把拎进了庙里。那婆婆把我拎进去，放到地上的一个蒲团上，就转身出了门。我抬头看去，见我面前立着一尊女子神像，雕塑的惟妙惟肖，甚至连左眼眉角上的一颗红痣也被细致地雕了出来。我正看得出神，只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传来，那婆婆从门外进来，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放到我面前。我又饿又渴，也顾不上烫，把嘴凑过去就狼吞虎咽地喝了起来。多谢婆婆救命！你能爬到庙里，算是跟我们有缘。这位婆婆是个哑巴吗？难怪之前她就站在庙门口看着我。要是我没能爬到这里，就算我死在哪，她可能也不会管的。那些人为什么要把你活埋？婆婆您看到了？我看到有人把棺材埋到了山里，过了7天又给挖了出来，你居然没死。我心里万分诧异，没想到这一切居然都被这位哑婆婆给看在了眼里。稍一犹豫，就把在曹家的经历说了一遍，只不过关于阎王命的事情被我给略过了。你这手脚确实废了。我心中一阵酸楚。这时头顶又是轰隆隆的滚过一阵闷雷，天际电光霍霍。哑婆婆向外看了一眼，写道：今晚的雷会很大，庙里不一定撑得住，需要一个人去那里吸引天雷，分担一部分压力，你愿不愿去？去吸引天雷？这不是去送死吗？你要是愿意去，又能活下来，我可以帮你接续手筋脚筋。还能接回去？我有些难以置信。哑婆婆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，写道：随你。我看向外面，只见天空乌云，电光闪烁。婆婆，能不能给我找36个铜钱？麻烦婆婆送我出去。哑婆婆再次拎起了我，走到庙外，把我放在庙门口正前方的空地上，就转身回了庙里。我动了一下双手，只觉绵软无力，连铜钱都抓不住，只好用嘴叼了一个，摆到地上。我要摆的是一个锁阳阵，以36枚铜钱在身周摆出一个大圈。这个锁阳阵可以用来克制阴气，禁锢邪祟。不过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做雷池，意思是阴邪鬼祟不可越雷池半步。头顶雷势不动，我什么也不去想，好不容易把锁阳阵布置好，精疲力尽地躺进铜钱圈里。希望雷池能起到作用。此时大雨倾盆，我浑身湿透，哪怕天雷能用，只怕是也得被雷火给化成灰。突然一阵山崩地裂般的炸响，一道天雷直劈而下，飞在我四周的36枚铜钱突然开始滴溜溜，随即砰的一声炸成齑粉，我只觉浑身一麻，随即陷入了黑暗之中。你昏睡了3天3夜，给你重新接了经脉。没想到已经昏迷了这么久，那筋好了吗？哑婆婆端出一碗粥，让我先喝了。在我喝粥的功夫，就看到她抱了个1人多高的瓦缸进来，在里面活3天。哑婆婆一把拎起我，把我丢了进去。里面是什么？养的5只小鬼。再压上了一块青石板，将缸口封死。以前听爷爷说过，有一种很邪门的医术，叫做五鬼接脉。没想到第一次亲眼见识，居然是发生在了我身上。我在瓦缸里被封了整整3天3夜，这过程绝对是像噩梦一般。不过噩梦醒来后，结果却是好的。我被曹雪蓉毁得一塌糊涂的经脉，竟真的奇迹般的被完美接续了起来。你天生阎王命，就算治好了伤，也活不了多久，高兴什么？哑婆婆在地上写道。我心头一震，没想到这位婆婆居然也有堪比我爷爷的眼光。
能活多久算多久吧。你要是不想死，那也简单的很，只要学成阎王的本事就好了。婆婆，您知道怎么学成阎王的本事吗？哑婆婆就好像没听见一样，无动于衷。我正要再问，就见她左手食指看似无意的斜了斜，向着庙里那尊娘娘像点了一下。我福至心灵，立即跪倒在娘娘像前，一直磕了有上百下。娘娘答应收你为徒了。我呆了一呆，本以为是哑婆婆要收我为徒，让我跪拜娘娘，像是在考验我的诚信。可谁知她说的会是娘娘收我为徒。我又对着娘娘像磕了3个头，就算是师徒里成了。以后我就是你师姐了。哑婆婆在地上写道。我又懵了一下，哑婆婆是我师姐的话，那我师父的年纪得多大？咱们这一支传承，自古人丁单薄，到现在也就只剩下了咱们。我天赋太差，传承不了本门，以后就靠你了。那咱们这一支传承是属于什么？雾山灵门，咱们是灵门传人。我从未听说过雾山灵门，不过千百年来出现过的流派何其之多，或许这灵门不太出名吧，没听过也正常。不是没名气，而是咱们灵门向来隐秘，不为外人所知，这点你得分得清楚。哑婆婆像是知道我的心思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咱们灵门是属于什么流派？那你说说，阎王应该是属于什么流派？是属于鬼派吗？师姐还能回头是岸吗？不能。哑婆婆写道，一入灵门深似海，注定了一辈子跟妖魔鬼怪打交道。从这天开始，我就在娘娘庙里住了下来。我一心惦记着爷爷，等伤养的差不多了，就想着下山去打听一下。谁知我刚走到半路，连山都还没下去，就晕死了过去。最后是被悄悄跟在我后面的哑婆婆给捡了回去。在庙里有娘娘庇佑，还能暂时压制住你的阎王命。你要想出去送死，也随便你。醒过来后，就吃了哑婆婆一顿训。经过这件事后，我就沉下心来，留在庙中跟着哑婆婆日夜苦学。转眼10年过去，这天晚上又是7月15，1年1度的中元节。弟子要下山了，感谢师父这10年的教导。这些年来，虽然一直是哑婆婆在教我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哑婆婆只是代为传授，真正在教我的其实是那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师傅。你这次出去记得办2件事，第一件是找一本书，叫《灵王24章秘经》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咱们遗失的东西。第2件，你在今年的腊月去一趟长白山，找一个16岁、左脚底有3颗痣的小姑娘，很大可能是姓孔，但或许会改了姓。这是谁？你自己去问师傅。师姐，你接着说，我把人找到以后怎么办？是带回来吗？不用，你把她练成红衣。师姐，你是说让我把那姑娘搞成红衣？是红衣凶煞。你反正记在心上，见到人就说是哑婆婆找她。去吧，东西给你收拾好了。师傅，我走了。师姐，你和师傅好好保重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盼着早点下山去找爷爷，但真正要离开了，却又发现难以割舍。我看着他的满头白发，不禁鼻子一酸。哑婆婆点点头，指了指山下的路。我知道该是离开的时候了，撑着伞一路往山下走去。等我走到山脚的时候，抬头看去，只见空中阴云密布，漆黑如墨，一道电光纹身在我前山，金蛇乱舞。这雷的方向好像是庙里。我心头陡然一震，回头就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山上狂奔去。等我赶到时，天雷已经散去，娘娘庙也已经不复存在，只剩下了焦黑的断壁残垣，半截娘娘像还在火中燃烧着。师傅，师姐，我冲过去到处翻找，却是一无所获。没想到10年之后，我又再次尝到了当初在曹家听到爷爷已经出事时的那种恐惧。冰冷的雨水将我全身浇透，也让我脑子清醒了一些。不会有事的，只是娘娘庙被天雷劈了而已，又不能代表什么。再说了，以师傅和师姐的本事，他们不可能就这么没了。我在大雨里整整坐了一晚上，直到风停雨歇，东方发白，这才站起身来，朝着山下走去，捡回自己的伞和背包，离开住了10年的坟头岭。离开坟头岭后，我先回了一趟老家，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，或许爷爷已经回来了呢。只可惜我最后的幻想打碎了。找了周边的邻居打听，也都说这姓蔡的爷孙俩很多年没有回来了。我在这边待了一个下午，在傍晚之前离开，准备前往曹家。可哑婆婆给我的钱很快就花完了，剩下的连路费都够呛。我一琢磨，干脆就干起了爷爷的老本行，风水师。之后替一个做五金贸易发家的大老板做事。这老板姓何，是郑州一带知名的人物。只是在他60岁这年，却是诸事不顺，家里更是频频出事，甚至连女儿女婿都在来给他庆祝60大寿的路上出了车祸丧命。何老板在寿宴上听到这噩耗，当时就昏死了过去。就此一病不起。我当时因为要四处跑，就雇了一辆车，司机师傅姓张，50来岁，我管他叫张师傅。在经过郑州的时候，就说起了这何老板的事情。我一听，就让张师傅带我去何家看看。那时候何老板已经是病得昏昏沉沉，我点了一根订魂香，不久何老板就长舒了一口气，清醒了过来。
何老板的大儿子又惊又喜，急忙问我他父亲是怎么回事。我问何老板，何老板是不是去过南阳？我做5金外贸的，时不时的会去一趟那边。有没有在那里请过什么法器之类的东西？我在南阳的时候，曾经接受过一位师傅的馈赠。大概是半年前，我父子俩来到南阳谈生意，就在我们准备回国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位南阳师傅。他说与我有缘，特来赠我一颗金珠。我可以看一下那颗金珠吗？可以。可到了香案那边，父子俩打开盒子一看，就大吃了一惊。这盒中的金珠竟然消失了，是不是因为金珠被盗，亵渎了神明，这才降祸于我何家？带我去院子里看看，把那一棵梨树锯断。父子俩虽然疑惑，但还是照我说的叫人把树给锯了。结果这一锯，差点把在场的主人给吓坏了。那锯开的树身上，竟然鼓鼓的淌出了粘稠的黑血。继续别停。这不是金珠吗？这不是普通的金珠，而是南阳一种害人的妖术。这颗妖珠被请回家后，一家子的气运就会慢慢被掠夺蚕食，到后来钱财败光不说，甚至会家破人亡。等你们家灭门之后，对方就会过来收回这颗妖珠。请先生出手救我何家。何老板，你或许是在南阳触碰到了不该触碰的人，又或许纯粹是被那假师傅给盯上了，以至于遭了这无妄之灾。可有破解之法？先把这棵梨树连根挖出来，一把火烧掉。3天后，何老板的病就痊愈了，气色也好了许多。原本我在家里的时候老是感觉气闷，现在感觉神清气爽，一扫阴霾。何老板千恩万谢，给了我一大笔钱作为报酬，让我以后有什么事记得随时找他。在我离开郑州的时候，带走了那颗妖珠。蔡大师，你可真厉害！什么大师不大师的，叫我蔡二代就行。这怎么行？不行不行，要么就叫蔡老板。蔡老板，我打算开个风水馆当老板去。那成，那蔡老板，接下来咱们去哪？去梅城吧。好嘞，您坐稳了。当天下午，我们到达了梅城西北方的青龙山脚下。这里就是青龙山了。您看这山脉走势，像不像卧着的一条青龙？确实挺像的。这边我来过好几回，每回来都要去山上的曹仙观拜一拜，听说可灵验了。曹仙观？是啊，咱们上去就能看到了。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青龙山，但内心却远不像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，因为这里是曹家祖坟的所在地，也是一切的根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曹家的祖先应该是经过高人指点，在这青龙山中寻到了这一处锁龙穴，并将祖坟迁入了其中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，这锁龙穴也出了大问题，就来找到爷爷。但没想到这曹家心思如此歹毒，这就是曹仙观了。我放眼望去，就见门口匾额上曹仙观3个大字金光闪闪，熠熠生辉，观中香火鼎盛。这曹仙观什么时候建的？以前没有的吧？要从开建说起的话，估摸着应该有个10年了吧。据说啊，修建这座道观的所有钱都是曹家捐助的。不知你有没有听过曹家？那是梅城首善，也是梅城第一家族。曹家我倒是听说过，不过这什么梅城首善不是开玩笑，就这恶毒的曹家也算得上首善之家。还真不是开玩笑。据说这曹家9代之前啊，当时的曹家家主就定下了日行一善的家规，从此以后曹家就风生水起。而且如今曹家这第9代那更是不得了，尤其是过去这10年，那简直是一飞冲天。这就说明啊，行善积德还是有用的，活该他们享福。什么9代行善？我要没猜错的话，这只不过是曹家用来掩人耳目的手段吧？这曹仙观是谁设计的？听说是这里的观主亲自设计的，这位观主神得很。这么厉害？这观主什么来头？这个就不太清楚了。我虽然来过这里好几次，但一次也没见着。那下次找个机会吧。张师傅带着我逛完了青龙山后，就进入了梅城。我看着窗外的夜景，不由得想起我和爷爷来到梅城时的情景，一时眼眶有些湿润。变化挺大的。您什么时候来的梅城？10年前了吧？那就难怪了。这10年时间，梅城的变化可大了。就说那曹家老宅好了，您现在去一看，保管吓您一大跳。曹家老宅怎么了？咱们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张师傅加了一脚油门，朝着梅城西南角驶去。我记得曹家祖宅的确是在梅城西南，不过等张师傅把车开到地方，还是让我吃惊不小。只见眼前好大一处庄园，灯火辉煌，气象万千，其规模之大之气派，比起记忆中的曹家祖宅，胜过10倍有余。曹松应该有4个子女吧？是，曹老板有3个儿子，1个女儿。这3个儿子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！张师傅，你还知道不少啊。我有个老表，他女婿就是在曹家做事的，而且是很得力的那种。我老表经常让我顺路去看看他闺女，所以知道不少事。原来是这样。曹家虽说是人才辈出，不过要跟曹家那位4小姐比起来，
曹家所有人就又都被比下去了。怎么说？这位曹三小姐不仅模样长得好，而且从小聪明伶俐、温柔善良。聪明伶俐也就罢了，至于这温柔善良嘛，要是张师傅看到当日的曹雪蓉，只怕是再也说不出这样的话。确实挺好的。这事说起来还真挺神奇的。那位曹三小姐9岁那年，曹家来了一位仙人，收了曹三小姐做弟子。这世上哪有什么仙人？大家都是这么传的，是真是假就不清楚了。不过当时曹三小姐拜师时候，很多人都去看了。当时曹三小姐手里拎着一盏耀着青色莲花的白玉灯拜师，那盏白玉灯啊，据说是曹家的传家之宝，是曹三小姐专门挑选的拜师礼。那分明就是我爷爷送给曹雪蓉的聘礼，居然被他们说成了自家的传家宝，还真是没脸没皮。从这天以后，曹家就更加兴旺发达。您说这是玄乎吧？挺玄乎。那这曹雪蓉后来怎么样了？那曹三小姐拜师后，就跟着她师傅走了。至于去了哪里，那咱们就不知道了。这些人是干嘛的？这些人是来领曹家福金的。福金？那是曹家立的规矩，只要是真正遇到困难，都可以去曹家领取一笔钱，就叫做曹家福金，每天有18个名额。我俩正说着，突然听到曹家大宅那边传来一阵喧哗，只见一人冲出人群，跪倒在大门口，咚咚咚的磕头。怎么回事？张师傅诧异的瞅了一眼，好像是我那个老表。您在这里，我去看看。张师傅跑过去想拉他起来，对方却是执意不肯。在围观众人的议论声中，从曹家大宅里走出一个中年男子，慌忙跑过去把那老汉给拉了起来。等看清这人的样貌，我一时间有些恍惚，这不是当年把我从坟头里挖出来的那个浩哥吗？只见那浩哥把老汉拉到一边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之后就转身回了曹家大宅。紧接着就见张师傅带着老汉往这边走了过来。蔡老板，实在抱歉啊，这是我老表，家里出了件很奇怪的事。大叔先上车说话。对不住，打扰您了。等二人回到车上，听张师傅一说，才知道这位老汉姓杨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刚才我不是跟您提过，有个老表的女婿是在曹家做事的，就是杨老哥。大叔的女婿就是刚才那人？对，那人叫刘浩，在曹家很受重用。我每次到梅城来，杨老哥都要拜托我去刘家看一看秀玉。秀玉就是杨老哥的闺女。那杨大叔这次到梅城是来见闺女吗？老哥，你把事情从头到尾跟蔡老板说说吧，他是很有本事的人，说不定能给你拿个主意。好，大概3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闺女秀玉突然打了个电话回来，说是要结婚了。我和我老伴都吃惊不小，当时我闺女还在读书，大学都没毕业，怎么突然间就要结婚了？而且之前也从没听她透过半点风声。我在电话里就劝我闺女，婚姻大事要慎重，千万别操之过急，再怎么样也得把人带回家看看才行。男方的家庭和人品都很好，而且他是在梅城的曹家做事，等过几天把你们接过去看看。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这曹家大名鼎鼎，不仅有钱有势，而且还是梅城首善，那肯定是差不了的。等几天后，刘家派了人过来，把我和老伴接了过去。这一看，我们这女婿虽然年纪稍微大点，但品性还有家庭条件都是一等一的，再加上秀玉乐意，我们老两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接下来很快就办了婚礼，婚礼很仓促，就在家里请了3桌人。我和老伴当时就有点犯嘀咕，别说是刘家这样的家庭，就算是我们农村里面也不至于这样啊。这之后我们和秀玉也经常通电话，听说她婆婆对她跟女儿一样，女婿也体贴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不过慢慢的，两边的电话就少了。我打秀玉的手机经常都是打不通，有时候难得接通了，也是草草说了几句就说有事挂了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连电话都没空打？于是我就去女婿家里看看闺女，只见着了我女婿，说是秀玉正好有事出远门了，我只好给秀玉打电话，秀玉倒是接了，说的话也跟女婿说的一样，在外办事情，暂时回不来。我在刘家等了几天，一直没见秀玉回来，实在是等不住，就只好回去了。后来我就拜托老张，到梅城的时候就去刘家看看秀玉。这几年我去过刘家，差不多也有几10趟，见到秀玉的次数不多，加起来大概5、6回吧，每次也说不上几句话。秀玉这孩子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很好的一个孩子，但自从嫁人之后，总感觉有些生分了。老张说的没错，不单单是你这样想，我和我老伴也有这种感觉，总觉得秀玉自从嫁进刘家后就不一样了，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也很是冷淡。自从秀玉的弟弟出事以后，我老伴的身体就一直不好，再加上想念女儿，在半个月前突然间就病倒了，一病不起。秀玉还有个弟弟吗？
杨老哥家里本来有2个孩子，可惜小儿子走丢了，这都是好些年前的事情了。我点了下头，没有继续问下去。这对于任何家庭来说，都是一道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疤。我老伴病得迷迷糊糊，什么都吃不下，就惦记着秀玉，想着见闺女一面，我赶紧就给秀玉去了个电话，想着这回闺女总该要回来了吧。你们去医院，医药费什么的，我都给你们打过去。我现在太忙了，就不回来了。我当时气往上冲，实在没忍住，就把她给骂了一顿。秀玉可能也是气着了，就挂了电话。之后我再打过去，她就再也不接了。我实在没办法，就亲自跑来梅城。可我连着去了刘家好几趟，都没见到秀玉，一问就是出去办事了。我找女婿，女婿也不在，只好就跑到曹家大宅这边来，想着把女婿给堵住，问个明白。这里面的确是有几个不合常理的地方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那杨秀玉嫁进刘家之后，跟娘家的情分淡了，但也不至于都不回家一趟，甚至连母亲病重都不闻不问。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？是不是我闺女她？这也不能说明什么，最好是我们一起去刘家看看。谢谢您。走吧，张师傅，我们一起去刘家。好嘞。我们一行人前往刘家，只见前面偌大一座宅子，白墙黑瓦，很老式的风格，估计传了不少年头了。这就是刘家了。我们下车走了上去，那宅子门口立着2尊石狮子，张牙舞爪，看着十分威猛。大门敞开着，门口摆着2条长凳，坐了4个膀宽腰圆的汉子。这4个什么人？以前没见过。没有，以前最多也就有个老头在那看门，我认识的。你们找谁？我找我女儿，这是我女儿的家。什么找你女儿？今天谢绝来客。这位兄弟，这里是刘浩先生家吧？当然。那就是了。这位是刘浩先生的老丈人。老丈人。兄弟几位是新来的吧？不认识也是正常的。要不麻烦几位进去问问。就算是老丈人也一样，今天谁也不能进。这是出了什么事？走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我是来看女儿的，要不你去里面说一声，我们在外面等着。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别跟这4个人说话，赶紧朝门口吐几口唾沫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就当没听见。这4个都是快要死的短命鬼，你们2个阳气弱，别跟他们说话，也别往上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真是晦气！穿这么厚有什么用？你说什么？你们穿这一身棉袄，还在打哆嗦吧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都说了，你们是快要死的短命鬼，听不懂人话还是怎么的？胡说！那汉子怒斥一声，但说到一半，后面的硬生生给噎了回去。你是什么人？回去早点准备后事吧。紧接着，我旁若无人的直接越过4人进入了大门。那4个汉子想要阻拦，又有些不敢。唬的那4个人一愣一愣的。我可没唬他们。这宅子外面看着平平无奇，里面却是别有乾坤，很典型的中式古典风格，河池假山，庭院长廊，应有尽有。这座宅子在风水方面极为讲究，处处细节很明显是经过风水高手精心布置的。那他们4个真的快要死了？等等，你干什么？您刚才说我们几个快要死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等等，今天宅子里出了事情，我们也是被刘先生请过来镇场子的，所有无关人等都不能入内，我们也不是有意冲撞您的。出了什么事？具体我们也不太清楚，据说是宅子里最近不太平，刘先生还请了一位大师过来，准备在内院设坛做法，让我们把着门口。这宅子那可是曹家的，怎么会闹邪呢？曹家怎么就不能闹邪了？也是，毕竟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那您刚才说我们4个短命，是不是因为这宅子里闹邪？今天在这里坐了小半天，就冻得够呛，浑身直哆嗦。哆嗦算什么？很快你们就不用哆嗦了。什么叫不哆嗦了？死人还哆嗦什么？您别吓我啊！吓你干什么？您就行好，拉我们兄弟4个一把，我们也只是混口饭吃啊。我给您领路。汉子抢了上来，走在我们前面。杨老哥，是你亲家？你们什么人？亲家母是我啊，我来找秀玉，她母亲病了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儿子让你们守在门口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他娘的，你要守你自己守去，老子们不干了。你干什么？我可是花了钱的。你们这鬼宅子，就算给再多钱，也没人敢伺候。你乱说什么？
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来呀！老太太，大晚上的火气别这么大，你儿子的老泰山来了，你也不赶紧招呼着？什么老太太？你叫谁老太太？就叫你怎么了？你找这些人上门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只是……客厅在哪儿？进去坐下来慢慢说。我知道，我来带路，我来带路。你们去哪？谁让你们去的？那汉子压根没理会，领着我们一路往内院去。我伸手在他面前一晃，下一刻手中就多了一枚玉佩。先戴上压一压。那汉子接过，赶紧就戴到了脖子上，随即咦了一声，好舒服，浑身暖洋洋的。这是我的护身符，快还给我！还给我，快还给我！给我起开！走不多时，就见前方一片火光闪动，又有20来号人站在中间。这些人都是精壮的小伙子，前胸和后背分别画了一道符咒，其色嫣红，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血腥气。谁叫你们进来的？孙道长，救命啊！他们抢走了我的护身符！怎么回事？是他们抢走了我的护身符！你再给我一个！快快快！我哪还有？孙道长皱眉，又冲着我们冷声喝道：“还不快把护身符还回来，给我滚出去！”道长，你这是在整什么活？什么整活？还不把这些人给我轰走！斜刺里冲出2个同样身穿道袍的年轻人，喝道：“听到了没有？我师父让你们出去！”说着就要上前动手，结果还没近身，就被那汉子冲上来给一手一个。混账！那孙道长呵斥一声，手中的摇铃一晃，发出当当当几声怪响。哎呦！我怎么突然头晕了？汉子顿时连站都站不稳。大半夜的，就别摇你那破铃铛了。那孙道长冷哼一声，转过身来，把那铃铛冲着我当当当猛摇几下。忽然砰的一声，那铃铛骤然炸开。都叫你别摇了。你……那孙道长捂着左手，盯着我又惊又怒。师傅，这铃铛肯定是长时间没用，出了点问题。本座马上要开坛做法了，你还不把这些无关人等清出去？好，亲家公，你看家里现在有事，要不你先回去，等事情结束了，我再叫浩儿接你过来。没事，我就在这里等着。亲家公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呢？这种时候你在这里，不是给你女儿女婿添麻烦吗？你这话过分了吧？你让秀玉出来，我们马上就走。不是跟你说过了，秀玉不在家，你要不信就打他电话。就是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们才找上门的。今天见不到秀玉，我们是哪里也不去。我们哪里也不去。你们真是，你们去客厅先坐坐，喝杯茶，吃点东西歇歇脚。说着转身就走。张师傅他们本来准备跟上，但看我还站在那里没动，这地方就不错，搬几张椅子过来，我们就在这里歇脚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去搬。腾就去边上的房子里扛了3把椅子出来，摆放到一旁，又逮住2个人，让他们把茶水点心端了送过来。你们反了天了！老太太，你这脸都发青了，没事吧？什么？亲家公，你让他先把护身符还给我。杨大叔看了看我，见我没做声，他也就低下头，只当没听见。那刘母眼睛一瞪，正要发作，突然就听到咚的一声响。18童子归位。孙道长大喝一声，那18位好汉就鱼贯而出，分别站到宅子里的18个方位。突然间，一阵阴风呼啸着从院门直灌而入，把香案上的金箔银纸吹得漫天飞舞。不要慌。鼓声沉闷，配合着那咒语声越来越响。那一阵突如其来的阴风倒是被慢慢压制了下去，最后回归平静。孙道长，没事了吧？小事，我刚让人订好了酒店，现在就送你们过去。这么麻烦干什么？住家里就行。对，我就在这里等着秀玉，哪也不去。秀玉嫁给我以后，吃好的穿好的，你还怕我把你女儿卖了不成？秀玉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，当初你答应帮她找弟弟，秀玉觉得你人好，这才答应嫁给你的。你突然又提这个干什么？刘浩突然间大吼了一声，把在场众人都给吓了一跳。我见这刘浩在刚刚这一刹那间，面容扭曲狰狞，如同恶鬼一般。虽然很快就恢复了过来，但还是让我有些狐疑。大叔，秀玉的弟弟是什么时候走丢的？行了，你们想住就住吧，我叫人带你们过去。刘浩打断道，随即找了个人过来，就要带我们过去。不急，我见他这样子，越是有些怀疑，站那没动。大概有10个年头了吧。要是没走丢的话，应该也和您差不多年纪了。10年了。是啊，当年秀玉带着他弟弟出去玩，结果少看了一眼，他弟弟就走丢了。是哪里走丢的？是柳溪那边的坟头岭。我愣了一下，因为张师傅说的地方就是我被埋的地方。
出事的前一天晚上，正好是7月15，坟头岭上又是打雷又是下雨的。第二天早上，秀玉就趁着刚下过雨，带着他弟弟去坟头岭山脚下摘野菜。都是命啊！10年前的7月15，刘浩和另一人把我从地里挖出来，准备背尸回去，结果却是被我直接吓跑了。而杨大叔的儿子却是第2天失踪的，恐怕天底下很少有这样巧合的事情吧？你们自己去住的地方，我还有事要忙。哼。大叔，咱们先过去休息吧。好，好。杨大叔强忍着悲痛，冲我点点头。刘浩留下的那人带着我们前往住处。在经过那香案的时候，我从中抽了几张金箔，转身就跟了上去。刘浩安排了3个房间，都在宅子比较偏僻的东南角。你们2个也打算住下？您可得给我们兄弟几个想想办法啊！我们都还年轻，连媳妇都还没娶呢。你都快40了吧，还没媳妇儿？您大概误会了，我是看着老，其实才不到30。铁头苦着脸解释道。我拿了7枚经过特殊炼制的铜钱出来，给了他5枚。捏在手心里，别丢了，到时候还给我。还有就是，快去叫你的好兄弟别看门了，晚了我可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。是。我又把另外2枚铜钱给了张师傅和杨大叔。张师傅、杨大叔，今晚上咱们也别睡了，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。都怪我把你们给牵连进来了。哎，老哥，你可别这么说。夜色深沉，屋外一片死寂，连一声狗叫都听不到，安静的压抑。刚入子时，也就是11点钟的时候，一堆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喝茶熬夜。随后金箔被我折成元宝丢入水中，那只金元宝却是定在了水盆中央，就像是水底下有只手将其拽住了，纹丝不动。突然那只金元宝却是忽地动了起来，向着西南方向转了一下。我看了一会儿，起身走到窗户边上。怎么回事？咱们要不要出去看看？你出去看看吧。就我吗？您不？怎么？没什么。小杆子还不跟我去？你们小心点！快开门！快开门！不得了了，刘家那老太太撞鬼了！我只见那刘老太被拖在地上，而拖她的那个人，我怎么也看不到。还好那刘浩和那姓孙的牛鼻子赶过来，一起把人给救下来了。那老太太怎么样？那老太太啊，虽然叫得惊天动地，不过大事应该没有。外面一阵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房门被吹得哐啷作响，如同有人在拍门一般。什么情况？我来到窗户边上，看着外面，只听那呜呜声越来越响，不像是风声，倒像是凄厉的哭声。蔡老板，这宅子凶得很，你说跟秀玉，你是怀疑秀玉已经出事了？这刘家母子俩遮遮掩掩的，又一直不肯让我们见秀玉，现在这宅子里又闹鬼，我怕真要是这样的话，杨老哥怎么受得了啊？张师傅，你去守着杨大叔，你们就待在房间里，哪也别去。我等会出去一趟看看。您是去？现在还说不准，看看再说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张师傅点头，转身跟其他人道：蔡老板要出去一趟，咱们都守在这里，别乱走动。那我也跟着您去，给您打打下手。那走吧。得嘞。铁头欢欢喜喜的去把水盆挪开，准备开门。铁头跟我出去，其他人把门关上，水盆阵回原位。我交代了一句，就带着他出了门。这宅子里原本到处都亮了灯，但此时却基本上都已经熄灭了，四周一团漆黑，唯有天际洒下的惨白月光，让院落里的景物隐约可见。那里好像有一个童子。只见在那假山的东南侧站着一个人，显然这人是负责镇守这个方位的，好像是那狗道士的小徒弟。过去看看。2个人走上前去，铁头扯着嗓子喊了一句：“小牛鼻子，你怎么样？”只是一连喊了几声，那道士都没有什么反应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耳朵聋了是怎么的？死了！我走上前去，只见那道士双目圆睁，脸色青中泛黑，嘴唇干裂，如同被晒干的树皮一般。没死，不过也差不多了。是差不多要嘎了吗？那这人该怎么办？还能不能抢救一下？你把铜钱塞他嘴里，说不定能让他熬一熬。那不行。那你就握着铜钱，在他心口用力打几下试试。这行。别大惊小怪的，那倒是鬼气上身，刚才被你打出来一口。去其他地方看看。我转身顺着阴风刮起的方向走去。铁头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道士，赶紧跟上。又一个童子。等我们过去一看，那小伙也已经跟那孙道长的小徒弟一样，还剩下一口气。让你们走，偏不听。
您说那剩下的人是不是全这样了？估计也差不多。你们在那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救人没看到啊？还救人？我看是你们在害人。你他娘的胡说八道什么？谁害人了？你们刚刚不就是在害人吗？我说我徒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原来也是被你们给暗算的。明明是你这狗道士出的馊主意，把这些人给害了，还敢泼脏水到我们头上。我说狗道长，我之前是不是说过，你这不行，要害人害己？什么狗道长？分明就是你们背地里使坏，还敢倒打一耙。你除了害人，有个屁本事？好，那就让你看看我的本事。见那孙道长阴沉着脸，抬了抬拢在袖子里的左手。狗道长，你干什么呢？找死！我突然骑进他身边，在他抬手的瞬间，就是啪的一大笔豆。你别过来，你别想动我师傅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刘浩虽然待人宽厚，但也不是好惹的。你这人指不定是有什么毛病，我替你找老婆，你急什么？这是我家里的事，我自己会处理，用不着你们多管闲事。你这急赤白脸的，有点心虚啊。在那边，正在这时，不远处有人叫道，随后就见两个人走了过来。走在前面的是个两鬓斑白的中年男子，在他后面跟着一个年轻人，冷着一张脸。我看了那年轻人几眼，目光又转回到那中年男子身上。这就是当初跟着刘浩一起去坟头岭挖棺的那人吧？但就现在这副模样，驼着个背，两鬓斑白的，看起来比刘浩老了何止10岁。我家里这点小事还要惊动古大师过问，真是罪过罪过。我师父是什么样的人，怎么会过问你家这点小事？是，古大师是梅城第一风水师，他老人家怎么会过问我家里这点芝麻绿豆的小事？是我失言了。这次是曹师兄知道这里闹邪，让我过来帮你处理一下。原来是二少爷请魏先生来的，真是麻烦您和二少爷了。没想到这人竟然还是曹家二少的师弟，10年前倒是有些接触，好像叫什么曹君武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那姓魏的朝我这边看了一眼问。刘浩阴沉着脸，三言两语把事情说了。自己抽自己2个耳光，然后滚出去。我又不是脑子有病，抽自己干什么？这人是干什么的？这人姓蔡，是我那老丈人请来的，看起来应该跟您是同行。看在是同行的份上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不过这地方不是你待的，赶紧给我离开。放心，我只是看戏的，现在看完了，走吧。开始吧，完事了我还得回去睡个回笼觉。是，刘老板不好了，这些人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就在此时，那18童子也被人发现了，都给抬了过来，情况都跟那孙道长的小徒弟差不多。这些都什么人？是孙道长安排的18童子，用来镇宅的。要是一般情况下，18童子的确是可以用来镇宅，但要是这地方鬼气太强，这18童子就是来送死的。您给我想想办法吧，这宅子可是曹家的，不能出事呀。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人是孙道长的小徒弟，因为差了一个人，他就顶了上去。这人也是他徒弟？不是。这2人还有救？这2个人有什么特别的？我们发现他们的时候，刚刚2个人正在那里动手动脚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什么？此时宅子里依旧阴风呼号，如同厉鬼哭泣哀嚎，但这池水却是黑黝黝的，平静如故，没有起一丝波澜。等会他们要是来找你救人，就算一个人20万吧。那加起来岂不是得几百万？蔡老板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救一下那10几位兄弟。拿来。什么？40万，听清楚了，是每个人40万。这怎么？你还想白嫖啊？那肯定不是，给报酬也是应该的，只不过这实在太多了。经过2人一番切磋，最后给谈到了20万。没想到这铁头小花样还不少呀。我先打3成预付款，剩下的我先回去筹。铁头冲我看了一眼，见我没反对，就点头道：那也行，快去。刘浩只好掉头离开，回去筹钱。你等会儿对着池塘大叫一声，别浮夸，真实一点。铁头酝酿了一下，吃惊的指着荷花池大叫一声。这怎么回事？他这一叫，就成功的把那魏东亭等人给吸引了过来。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魏东亭冷冷的瞥了我们一眼，回头看向荷花池，看了几眼，就是脸色一变。那刘浩本来是要回去筹钱的，见状又跑了回来。怎么回事？我看着人群，见那个周想佝偻着身子站在那，神情麻木，似乎对周遭的一切都浑不在意。来2个人下去看看。刘浩立即指派了2个人跳进了池子里，但怪异的是，这那么大2个人跳下去，池面竟然没有溅起什么水花。怎么回事？人呢？人去哪了？再下去4个人。所有人都是吓得脸色煞白，纷纷往后退去，不敢再靠近那荷花池。下去的每个人奖励2万，10万，错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当刘浩把价到了10万，还真有4人动心了。给你们每人1道符，
保管什么妖魔鬼怪都近不了身。这4人从魏东亭手中接过符箓，按照魏东亭的吩咐，将符箓贴在胸口。那鬼画符有用吗？是用来镇邪的。这小子还有点东西啊，还得看情况，在这个荷花池里就不一定有用了。就这说话的功夫，那4人已经跃入了池中。然而就跟上次一模一样，这4人下去之后，就无声无息的被吞没了，连个泡泡都没冒出来。七星戒法破，朝着池面一打，那原本平如镜面的池水开始诡异的急速下降，就像是池底有一只巨兽张开大嘴把池水给吞了进去。救命！只见池底缠满了一团团又黑又长的头发，那6个人就是被那些头发缠住，无法脱身。有个女人，有个女人，闪人！铁头哆嗦了一下，二话不说，跟着我就跑。只听到身后传来哭爹喊娘的一阵惊叫声，随后又是咔嚓一声响。我停下来回头看，就见无数漆黑的头发如同千万条黑蛇从池子里爬了上来，只要沾到人就立即缠了上去。此时我们距离荷花池也不过10来米远，转眼间那些头发就如同墨水泼出，那些湿漉漉的漆黑头发就要爬到我们脚边，却是突然间猛地缩了回去。怎么回事？估计被你吓着了啊！铁头愣了半天，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荷花池那边。此时那魏东亭已经起了一道火，所到之处，那些卷过来的头发纷纷起火，冒出一团黑烟。那具坐在池底的女人突然飞了起来。七星戒法定。嘿，怕什么？不就是点小场面？那些人看着女人，都是吓得浑身直哆嗦。这哪里是个女人，分明就是一具尸体。怎么是谁？是秀玉，是秀玉啊！那是杨大叔的闺女，过去看看。秀玉？怎么会是秀玉啊？此时人人惊慌失措。那周想站在阴暗的角落里，也是瞪大了眼睛，脸上满是震惊。不过很快，那震惊的表情又恢复成了麻木。你去把杨大叔他们叫过来。好。秀玉在哪？秀玉在哪？杨大叔看到荷花池旁的尸体，身形一个踉跄，就差点昏死了过去。大叔，你先别急，你仔细看看，这到底是不是秀玉？我再看看，我再好好看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是我闺女！你们干什么？以为是闹着玩呢？这是秀玉他爹。看归看，别乱动。这魏东亭黑着个脸，倒是意外的并没有就此发怒。我们带着杨大叔走到近前，仔细去看那女尸。是秀玉，是我女儿啊！她脚上有一道疤，是小时候刮到的。我回头看去，见到那刘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你们照顾着杨大叔。刘老板，哭什么？我看你挺高兴的吧？你这什么意思？秀玉，我怎么可能会高兴？差不多得了，多大点事啊？给我500万，我替你保密抛妻这件事情，怎么样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我估计这曹家要是知道你把老婆抛在人家的荷花池里，第一个就想把你给宰了吧？你这样的小人我见多了，别想讹我。是吗？那你见过几个风水师？这样吧，200万，这200万我不是让你封口，我刘浩清清白白，这只是咱们交个朋友。400万再低免谈。那就400万。我在梅城有一处房产，第400万绰绰有余，你看看，里面是房产转让合同。刘浩居然随身带着房产转让合同，怕不是这房子也有猫腻吧？没看出来啊，刘老板你还是个爽快人。另外救人的事也麻烦蔡老板了，说好的报酬我待会就打到蔡老板账户。铁头，你跟刘老板过去救人，钱你就打到他那里。什么？没什么意思，救人就得他。那这边忙完了，你跟我过去。那个，去吧，刘老板你忙吧。秀玉，没有你我怎么活？老兄你怎么了？你是？放心，我是人。老兄，我注意你很久了。你注意我干什么？你这人挺特别。我这人向来迟钝，就算是难过也不太会表达，简直是满嘴跑火车。当年你小子可不是这样的，我刚刚可是看见你都哭了呀。没有啊，哪有？真奇了怪了。随即的我就身上拿出了一炷香，对着周想一口烟喷了过去。周想浑身一哆嗦，顿时眼睛翻白，直愣愣地站在那里。你想去哪就去哪。周想缓缓转动了一下身体，随即开始向着西南方挪动。也亏得此时众人的注意力都在那女士身上，再加上天又黑，根本没人注意到她，否则估计能被吓出个好歹来。这叫引魂香，香火烟气入体后，会让人似睡非睡，进入一种类似梦游的状态。那周想一路在前走，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后方，穿过一条走廊，停在一个房间门前。我打量了一下这房间，又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。这房间内贴着许许多多的符咒，似乎都是用来镇邪的。
不要再撞了！我出声制止周相的动作，停了一会儿，他拿着钥匙对了好几次，把钥匙插入了房门的钥匙孔里，转动了几下，却没有转开。这门锁似乎是个双钥匙的结构，必须得一阴一阳两把钥匙同时插入转动，这才能把门打开。你让开！这是一个大概8平米左右的房间，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缩在墙角，早已经气绝多时，而在她附近都是写着放过我弟弟。我看着杨秀玉，半天没做声。我不是人，是你干的。我怕死，我没敢把秀玉救出去。我不是个东西。你这人怕死，不过当年你和刘浩在坟头岭一起拐走秀玉的弟弟，这胆子可真不小。你说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不是，你说的没错。当年是我和刘浩在坟头岭拐了秀玉的弟弟。说说经过。当年我和刘浩去坟头岭，是挖了一口棺材，准备把一个小伙子的尸体背回去。谁知那晚刚好是7月15，坟头岭又邪门得很，那小伙子诈尸了。我和刘浩当时吓懵了，丢下尸体就跑，一直跑到山脚下，被雨一淋，这才清醒过来。我们把小伙子丢了，回去没法交差啊。我们俩一合计，等着天亮之后就返回去寻找。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人影，正好当时有对姐妹走了过来，然后刘浩问我，那个小伙子像不像？什么意思？咱们回去肯定是没法交代的，只能想个办法蒙混过去。你是说把那小伙子带回去交差？不行啊！你想想自己的家人，还是说你也想被活埋？我想来想去还是不敢，结果刘浩趁着那姐姐没注意，上去就把那小伙子偷偷抱了回来。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，也只能跟着他跑。那个小伙子就是秀玉弟弟。之后那小伙子怎么样了？刘浩把人拐回来后，为了不让别人发现猫腻，刘浩就把秀玉弟弟整得面目全非。我想过劝他罢手的，被他踹了一脚，我就没敢再阻止。曹雪蓉真有那么可怕，让你们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曹雪蓉为什么要让你们去挖棺？那个被埋在坟头岭的小伙子得罪过三小姐，不小心划破了三小姐的脸，三小姐就下令把那小伙子封进棺材，活埋到坟头里。可7天后，三小姐又叫我和刘浩去把那小伙子的尸体挖出背回去，要我们把那小伙子用99根钉子钉在桑树上挂3天，再埋进这宅子里。就是在另一个房间吗？是，当时秀玉弟弟的脸面目全非，2个小伙子的体型又差不多，就给我们蒙混了过去。这姓蔡的小子什么来路？我也不怎么清楚，我只知道这姓蔡的小孩有个爷爷，据说他爷爷是个骗子，骗了曹家一大笔钱就跑了。这种鬼话你信？我是不信的，但是对外就是这么说的。那你觉得那孩子的爷爷怎么了？这个我实在不知道，可能已经嘎了吧。我知道从周翔口中问出爷爷的事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而他的猜测虽然让我有些难过，但我还是努力表现着无所谓的态度。那秀玉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和刘浩做了这件事后，本来以为没事了，可曹老板突然找到我们，说是让我们负责看守这个宅子，我俩都吓了一跳，下意识的就想拒绝，但又不敢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最后是刘浩带着一家人住了进去，我就一个人住在边上。住进这宅子以后，刘浩就开始成天疑神疑鬼，晚上经常被噩梦惊醒。平常我也不敢进来这地方，就感觉这地方阴气森森。后来刘浩就找到了他的一个表兄，就是那个孙道长。哼，没想到他们还是兄弟。你继续说。他过来这宅子看了看一眼，你们赶紧搬出去。您再想想办法，曹家我们可惹不起呀。还有一个方法，找来对方的一个血亲。我记得他好像还有个姐姐。你去找他和亲，只有你们俩和亲成为一家人，他就会待在这里，也就能安抚那个小伙子的情绪。可秀玉根本是个闲不下来的人，整天都往外跑去找他弟弟。刘浩一怒之下就把秀玉带到了这里，之后就花了一大笔钱，把姓孙的妹妹整容成秀玉的模样。难怪杨大叔说，自从秀玉嫁入刘家之后，过了几个月就开始变得跟家里十分冷淡，原来已经是换了一个人。那秀玉是被你伤害的？不，我怎么可能会这么对秀玉？是刘浩。我问过刘浩，刘浩也否认了，说不是他做的。而且我和刘浩各种掌管一把钥匙，他不可能越过我下来的。你怎么知道通往这里的就只有一个通道？通道？你是说还有个秘密通道，有人从那里进来？你跟我过来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杨天宝。我走上前去，借你一时灵光，请我敕令。临门嫡传秘术点印，所谓的点印可以说是点睛，也可以说是开窍。
被点印开窍之后的阴灵鬼邪，虽不能直接觉醒意识，但也能暂时得一丝清明。杨天宝就如同散了架似的，咕咚一声落在地上。过了片刻，杨天宝转动脑袋，盯向周翔。突然间，他以极其怪异的姿势奔了过去。我带着面如土色的周翔来到隔壁的房间，就见杨天宝轻轻地坐在姐姐那里。此时的杨天宝点了一，也只是暂时恢复了一丝的清明，根本还达不到原来的程度，但这已经足以让他认出姐姐。此时不远处传来一声声沉稳的脚步，杨天宝的耳朵动了动，瞬间大吼一声就从我们身边掠过。我带着周想随后跟上，刚走不远就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惊叫，正是那刘浩和孙道长。不过孙道长的西瓜已经旋转了180度，那孙道长边上的刘浩更是吓得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。只见杨天宝距离刘浩越来越近，却是被我拦了下来。见状，刘浩拔腿就跑，只是没跑出几步就被我带回来扔到了杨秀玉面前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做的这些都是曹家让我做的，你是想跟曹家过不去？曹家又能怎么样？你别以为你有点本事就能任意妄为了。吹，接着吹。蒋大川这个名字你应该听过吧？临汾的蒋大师。我心头一动，我之所以对蒋大川这个名字有印象，那是因为这位蒋大师是我爷爷曾经提起过的，应该是有些交情的。就是临汾那位，被曹家大卸八块，镇在了青龙山某处。那位蒋大师为什么惹上曹家？他多管闲事，不知从哪打听到当年那对祖孙的事情，跑到曹家来询问对方的下落。原来蒋大师是为了调查我和爷爷失踪之谜，这才找上了曹家，没想到竟遭了毒手。你也可以自己掂量掂量，你比起那蒋大川又如何？曹家根本就不是你能惹的。听你说起来，这曹家还挺可怕的。你想明白就好，咱们可以交个朋友。只可惜呀，是曹家先惹了我。你当真要多管闲事？你们两个当年把我从坟头岭挖出来，还怪我多管闲事？你说什么？原来你是猜二代，我早该知道的，我早该知道的。你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最好不要搞这么大声音。干什么？是你干的，是你把秀玉害嘎的。滚开！秀玉不是我害嘎的，真的不是我。我有些意外，没想到刚刚杨天宝制造出来的动静，似乎是无意中启动了某个机关。我穿过暗门走了进去，这才发现，原来在这座宅子的地下，居然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一个地下空间。红河，我回头看去，见杨天宝骑在了刘浩的脖子上，我心中一动，但想阻止已经晚了。刘浩的西瓜如同纸糊的一样，时间没了。我见状也只好放弃了，回头去查看四周。这座铁牢呈八角形，挨着墙壁都摆放了一排半人多高的瓦缸，每一排有9个，8面就有总共72个。我走到东南方向，伸手摸了一下其中一口瓦缸，只觉冰冷刺骨。当我打开瓦缸时，就见到一个小伙子，似乎已经嘎了很久。打开其他瓦缸，里面的情形也大同小异。原来这刘浩和周想被曹家派到这里，真正要看守的是这个。还真就像那刘浩说的，这曹家简直深不可测。整个空间跟上面倒是没有太大分别，就是这墙上画的眼睛有些意思。我用壁虎功顺着墙壁游了上去，这颜料或许就是用来画阴阳妆的粉彩。另外我发现了一个手印和女生的笑脸，很显然这个是有人故意留下的。当我记下这2幅图案之后，又在四周仔细查看了一番，并没有找他其他什么异常的，倒是又发现了一处暗门。刘浩和周想都不承认摧残过秀玉，现在看来两人说的应该是真的。点印的时效已经过了。此时的杨天宝那就是一台无情机器，不管是谁，只要遇到的都是他的复仇对象。张师傅，你快带杨大叔他们出去，待会宅子要出乱子了。好的，我这就带他们出去。最后我是从一间书房的柜子里出来，想必这就是进入地牢的另一条密道。此时屋外魏东亭截下了杨天宝，不过魏东亭的脸色极为难看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妖物？师傅，曹师兄，妖孽！哪位高人在此？在下古之华，何不出来一见？原来这就是那位梅城第一的古大师，果然有点东西。怎么一辆车都没有？你干！蔡老板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怎么样？我们都好，已经找了个地方躲起来了，就是担心你，所以打个电话问问。我也已经出来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蔡老板您在哪？我开车过去接你。好，我把定位发给你。好，您在那里等等。你这家伙倒是挺安静的。
等了大概有20来分钟，就见到了张师傅的车。哎呦我的娘，总算见到您了。蔡老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鬼。蔡老板真会开玩笑。我这人太老实，总爱把别人的玩笑话当真。对了，蔡老板，刘家那边怎么样了？你们走后不久，刘家突然炸了锅，也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就往外跑。我看着不对劲，也就跟着出来了。这刘家太吓人了，您赶紧出来是对的。只可惜就是苦了秀玉。提到秀玉，3个人都是一阵沉默。哎呦，那里不是刘家吗？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那里火光冲天，黑烟滚滚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就起火了？这场大火肯定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要掩盖这刘家宅子里的秘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张师傅走吧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好嘞。